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6号星期天，我又出来叫什么放松跑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我们比赛日的节目可能还要等一天，我对剪辑还不是太踏实，我还要再调整一下，再优化一下。哎，蝉鸣的声音特别大，等一红绿灯我不停表了，特别累，我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疼的。哎，你看给我晒的。今天可能看上去好一些了，脖子，你看后边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到。然后腿，看，压缩裤到这儿，腿套到这儿，晒成了3节腿，看，绿灯了吧？今天陈刚先生、田中先生他们跑20个1公里，间隔50还是60秒，刚才蝉鸣声大的都没法说话，现在也特别大。今天节目就当做比赛的先导片了，也给大家报个平安。这比赛怎么说呢？少有的我跑完以后觉得特有挑战，但是其实不想再跑的比赛。我甚至那天结束之后到山脚下见到朋友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有朋友来想玩，想来爬富士山，劝就别来了，别上山顶，因为那个山你上去，就普通人游客也得从那个下山的路下山的路特别难，但是特别遗憾我没拍，因为实在是没精力了。那下山的路像什么呢？就是沙滩那个松软程度，就你这一脚下去，你这鞋就基本上半个鞋就陷进去了。陷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这种火山岩的碎石头和沙子。队友们跑过来了，不知道他们这是还是快速组吗？来到。来到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到，ありがとう。来到，走2步等他们回来。蝉鸣的声音太大了，那就是你一下就踩进去了，而且他那个石头全都灌到鞋里，第一步那鞋就灌满了，然后后边就再也灌不进去了，是因为灌满了。所有的鞋坏，就我见有好多，因为这个比赛基本上完了以后鞋底儿就没了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大部分人坏鞋应该都坏在下山，不在上山。那山顶是没有任何交通方式的，就是如果你在山顶出现任何意外，也没办法。说白了，2个人拿担架抬都不太好抬那个下山路，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想来富士山登山玩的小伙伴们，如果没有一定要征服那山顶的执念，您就纯旅游的话，怎么玩呢？就坐大巴车到五合目那个旅游集散地，在那儿周围转一转，然後買紀念品上一上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しんどかったな。しんどかったな。ベリーハード。ハードレース。Yes。富士山完走。おめでとう。4時間就一起。4時間11分ね。すごい。お小宝鱼看他们家上。single letter。Nice。はい、good。beautiful。哇，nice。跑了几个了？10个了是吧？真不能完全跑不动。可以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暑い。めっちゃやってくる。痛いな。痛い。太阳太大了。来到。ごめんなさい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要是您来旅游，不是那种登山爱好者，就说正好在东京，离富士山不远，一看坐大巴1个多小时，
说去试试去，要慎重，就是别选择登顶。如果不是登山爱好者，你就坐大巴到五合目，下了车，那是一个旅游集散中心，有卖纪念品的，有餐厅，什么都有。而且已经在2200多米海拔上了，就已经在云彩，几乎在云彩上面了。您再往上上一合目，上到6合目，就能看到云海了。就别再往上了，那上去也不好下来，那下山的路太可怕了。那游客们可以用登山杖，我们比赛不可以。那用登山杖的都小步往下搓。用登山杖都得小步往下搓。那个。我上山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除了累以外。那下山摔了3跤，然后腿套也摔破了，裤子也摔破了，手也摔破了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下山的距离也长，从山顶往下走，因为下山吧它不能那么陡，它修的比较平，平就意味着直线距离长，大概有将近7公里才能到五合目坐上车。那7公里你那么走，反正我连走带小跑，有的稍微平一点就我有跑。2个小时，游客下来的话，我看路牌上写着，差不多得200分钟，就3个小时。就光下山，还下到半山腰，到半山腰您还得坐车再回去，那个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只能多跟大家聊聊下山了，因为我没拍。下山还有一点就是，这比赛它可能是我之前功课做的不到位，我就忽略了山顶是什么物资都没有的，就没有完赛包，因为运不上去，你只能花钱买，但是只能现金，我没有钱，你只能随身带，因为你山上也没有存包的地儿啊，没有，所以就是补给在赛道上也都吃完了，下山那2多小时没吃没喝，然后也没有卫生间，就不是说你不能上就没有。然后到了7合目开始有公共的了，但是是付费的，没有钱，只能是现金，带了手机也没用。因为富士山这种山，它的开发策略就是不开发，就保持原始那样子，特别难。当时是又渴又饿，都有点低血糖了。我到了7合目，那小房子边有一块平的能坐的地儿，我想坐下把鞋子沙子倒了，没坐下我就倒在地下了，然后在那儿跪着手撑着地半天我才站起来。可是从那儿回到大巴车那儿还要2公里，就刚走了1多半，它特别特别可怕。而且有经验的选手，我看就比赛开始的时候兜里就带一口罩，因为下山那路都是那种火山灰，特干也。就是如果不是下雨天，那天是个大太阳大晴天，前面人一走那个暴土扬尘，我回来整个脸上、身上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是黑的，都是那火山灰那泥，导致最后下山见到家属，就到了五合目，坐上大巴，半个多小时以后到山下的停车场，见到家属的时候，我都没想让他给我照相跟拍结尾，赶紧我就去卫生间了，去洗去换，就极限了。大家看正片吧，很快，明天肯定可以上。嘿，小伙伴们，7月26号星期天，连跑带走混了7公里，巨累。然后往上爬用的那个劲儿不一样，而且其实这比赛还有一个危险，就不是后边上山的危险，前面大概有10公里左右是可以跑的，就是一开始是柏油路，纯柏油路，进山以后还有一段柏油路，然后之后就是柏油路和土路，就是有的地方那个柏油路已经没了，就剩下土了，但是是平的可以跑，大概平均的坡度可能5%到6%之间，越来越高。跑到大概5、6公里的时候，就会觉得
跟腱已经是那种每一步都会疼了，因为你上坡嘛，你会拉长跟腱，所以能力越强的跑者越占优势。原因是在那种条件下，那个坡度下，如果还能一直只有就脚踝力量够，能够前掌去着地和发力的话，对于这种跑者会更有优势，就是他的跟腱被拉长，就是被拉长的没有那么多。你是越累越不行的话，你越艰难，因为你越累你就可能越慢，然后呢等于全脚掌落地，然后呢你越累你不自觉的上坡身子还往前倾，那就跟 Michael 那个舞似的，对不对？那你那跟腱永远是被拉长的状态，就越来越疲劳。所以这个比赛就是更验证了那个所谓的28法则。就是你可能马拉松2个人差10分钟，这个比赛可能得差20分钟，甚至半个小时，就整体的能力啊。然后咱们还不说上坡上山的技巧，上坡上山也有技巧，下山也有技巧。我说下山难是因为我觉得对普通人，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难。你真正练过下坡的人可能就不会这样，因为很多跑者都能小跑着下去，我不行，我2个小时。赛会说下山大约需要2个小时，因为那个五合目接运动员的大巴车末班车是下午2点，起跑是早晨7点，4个半小时关门，所以如果正好关门的选手11点半到山顶，那12点半1点半就很艰难很艰难。我差不多就是我到山顶是11点10分，然后我拍了拍照，11点半开始下山，我1点半到的大巴车那儿，我再晚半个小时都没车了，没车就只能自己打车或者坐那个旅游大巴。行吧，今天就这么着，回去还是赶紧处理节目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